嗨，大家好。最近中国官方首次公布了去年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之战中4名解放军士兵牺牲的全过程，震撼全网。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还首次公布了当时现场所拍摄的视频，而且画面清晰度非常的高，这与此前中印在争夺5104高地时所泄露出的枪版视频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今天我们就根据视频所展现的画面和官方所披露的一些细节，再结合地图一起来分析一下去年6月15日在加勒万河谷爆发的那场中印之战。这是此前给大家看过的一幅图，绿线为印度新修的一条战略公路德巴克什约克 DBO 战略公路，这条路可以打通从列城到 DBO 的补给线，而且还能运送重型装备，非常重要。所以上面的 DBO 是印度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建有机场，是前出我国阿克塞钦的重要据点。而绿线中最长的一段就是沿什约克河西岸的这一段，而如图白色虚线可见，双方在此地长达200公里的时空线上，只有加勒万河口处的 LAC 距离这条战略公路最近，所以那次冲突事件也就发生在了这里。我们来到加勒万河谷，左边白色字体 SSN Road 就是这条新修的战略公路，从加勒万河口到右侧实控线直线距离大约 4.3 公里。注意，在这个实控线处，加勒万河来了一个近乎90度的转弯。我们打开谷歌地图，来到加勒万河谷，将右侧这个转角处放大，可以清晰看到转弯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三角形乱石滩。河水流经这里后，发生了90度的转弯。我在地图中沿河岸画了3条边，长度大约为63乘85乘93米。经过简单计算，就可以得出面积大致为2600平方米。而在6月15日当晚，正是在这2600平方米的乱石滩之上，双方先后一共涌入600多名军人。没错，这里就是本次加勒万河谷之战发生的地点。而有意思的是，谷歌地图将双方的边界线画在了三角滩南边一侧，所以按照这样的画法，三角滩就属于印度。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双方的实控线 LAC 是这样的，如图我画的红线部分，按照这条实控线，这个三角滩就为中方占据。其实谷歌地图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中印边界做这样的小动作了。我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过，班公湖南岸的曼东措本来是中国的内湖，但硬生生被谷歌地图用虚线从中间一截，把一半割给了印度。没办法，谁让人家谷歌的 CEO 是一位出生在印度的印裔美国人呢？所以当各位观众用谷歌地图浏览中印边界时，上面画的线可并不一定就是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幅图是有名的大小河口图，左边经过大河口的蓝线就是我方声索线，而右边黄色为谷歌地图线，同时也是印度声索线，中间红色为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当然，现在所有版本的谷歌地图都是按照印度主张线来画的。可能很多人会说，人家谷歌地图这么画一定有所本，你凭什么在左边画了一条红线就说这三角滩是中国的呢？这并不是我说的，而是莫迪说的。事件发生后不久，莫迪在电视上亲口承认的，解放军并没有越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被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对派几乎打成了卖国贼。接下来我们来复盘一下去年的场景。起因开始自去年4月，印度开通了一条加勒万河谷支线，在河谷里面开始修建道路、桥梁和营房，这就违反了此前双方军长级谈判所达成的共识。根据谈判，印军要退至什约克河以西 ITBP 营地，而相应的解放军也从三角滩的位置向南后撤，中间留下缓冲区，避免擦枪走火。所以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印度单方面改变了现状。我找到了去年6月19日赵立坚新闻发布会时答记者问的说法，这个与视频中的旁白解说是一致的。2020年4月开始，有关外军违反两国协议协定，抵边越线、搭建便桥、修建道路。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印度的挖土机和便桥。接下来我们从加勒万河口向河谷内望去，看到最远处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实控线 LC 所在的三角滩。而从4月开始，印度已经在这里修建了多处营房。从这幅图中注意几个细节，一个是三角滩处的海拔是4250米，而河口的位置是4150米，相差100米。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加勒万河 LAC 中方一侧是上游。另外，两边高耸的山顶海拔都接近了6000米，这都远远超过此前介绍的班公湖北岸的5104高地，所以山顶高地难以长期驻扎，尤其是在冬季。再次，我们注意到中间有一处黑线，这就是印度搭建的跨河便桥。提到便桥，多说两句，
由于加勒万河谷两侧地势陡峭，经常会有突出的掩体挡住去路，所以需要渡河到另外一侧继续前进，甚至要多次渡河才能抵达。尽管从河口到三角滩直线距离只有 4.3 公里，但实际步行过去要接近5公里了。同样情形也发生在解放军一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6月15日晚上解放军增援部队赶来时也要多次渡河。由于我军并未修建便桥，又是夜晚能见度偏低，24岁的王卓然正是在第4次渡河时为营救3名队友脚被卡在水下石缝中而英勇牺牲的。我们继续复盘，到了5月，印度陆续将道路和营地向三角滩处延伸，最靠近 LAC 的一处是 PP-14 巡逻点，如图可见，与三角滩只有1河之隔了。而到了5月22日，印度更进一步，竟然跨过了 LAC， 将巡逻点拓展到三角滩之上。这是外国卫星5月22日拍摄的图片，可以清晰看到印军在加勒万河修建了一个简易便桥，并在三角滩上修建了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于是解放军开始反击，将印军击退，拆除了直升机停机坪和便桥，并在三角滩上搭建帐篷准备战斗。这个后续视频会看到，这样双方形成了隔河对峙。再接下来就是6月6日，印度军长辛格与解放军司令员柳林举行了军长级会谈，达成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印度承诺拆除已修建的设施，并不再跨过 LAC， 双方各自退回此前的驻扎地，脱离接触。而之后，印方非但没有后撤，还继续在河谷内增加帐篷，并且暗自大规模集结部队，准备对解放军发动攻击，抢回三角滩地。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视频中的旁白说是6月，也就是说从6月6日至15日期间，我方已经多次与印方进行交涉。根据协议，双方准备同时后撤，而印方还在增加帐篷，可以清晰看到里面确实有解放军的官兵。那么印度搭了很多帐篷，画面中的会是哪里呢？视频中从河水的流向来看，是从近处流向远处，也就是从上游向下游望去，印度在河左岸搭建的帐篷，所以这个帐篷不太可能是刚才说的三角滩对面的 PP-14 巡逻点，因为它在河水右侧。至于是哪里，我们不在现场，所以难以确定。当然，有些网友把视频做了左右镜像，认为这个帐篷就是三角滩对面的 PP-14，这个就更没办法确定了，因为如果把视频所有画面都做一个镜像，那又会多出更多的可能和解释，将更为混乱，所以我们就不这样展开和发挥了。紧接着，视频来到齐发宝团长与对方长官进行谈判的画面。团长齐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仅带几名官兵前出交涉。注意，视频旁白提出了前出2字。以过往官媒披露重要事件时的做法来看，用字遣词都会格外严谨，目的自然是为了避免让外媒，尤其是印媒抓住漏洞。所以这个前出，我推测应该就是齐团长从我方一侧的三角滩去到印方营地，与对方长官进行交涉。当然，很多人会说，这就证明了是解放军率先越界啊。此言差矣，谈判总要有一方去到另一方的地盘进行，难道要隔着河对喊吗？况且视频中也提到，齐团长只带了几名官兵去交涉，包括翻译和拍摄取证的军官，并没有带全副武装的士兵前出。画面中可见，我方官兵也确实并未佩戴头盔。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谈判时后方的这位军官为2-2星中校军衔，而解放军团长通常为上校或中校。从与对方交涉谈判的场景来看，以齐团长为主，所以个人推测齐发宝应该是一位上校团长。那对方的军衔呢？画面中右边黑黑的这位肩章虽然看不清，但一条红线却很明显，所以一查便知为印军低阶委任军衔，级别较低。而最右侧有胡子这位显然年纪更长，应该为印方现场最高长官，但军衔就不清楚了。紧接着视频就来到被很多媒体截图引用，齐团长张开双臂阻挡大批印军的场景了。我们注意到齐团长所在的滩地，河水是在滩地的左侧，而且流向是从左至右，而纵观整个三角滩地之上都不存在这样的地点，所以推测这里并不是我们的三角滩，而是对面的印军这片滩地。也就是说，齐团长前出到印方营地，正与对方交涉之际，大批的印军从这个地方涌来，要将我方谈判代表赶走。而齐团长张开双臂阻止对方不要过来干扰谈判，何况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也违反了6月6日军长级会谈所达成的协议。接下来就是对方对齐团长的推搡和我方官兵从后面拉了一下。面对来势汹汹且全副武装的印军，
我方只有几名前出谈判的代表，所以交涉只能终止，我方撤回。而令人意外的是，就在我方渡河回撤三角滩时，这些印度士兵也跟着一起渡河过来了。这就是我们在视频中看到我方拍摄取证的军官在拍摄印军渡河时，感觉双方如此之近，都在河里的原因。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第一个冲上前来推搡齐团长的竟然是一位东亚面孔，与南亚人种完全不同，进而推测这会不会是一位藏族呢？印度媒体随后有了报道，这名长着东亚面孔的印度士兵叫索巴曼宁巴，现年24岁，是印度东北邦的纳加族人，上尉军衔，现隶属比哈尔军团第16营，来自印度东北的曼尼普尔邦。其实纳加族在印军是极少数，除去少数民族外，还因为印度东北7个邦本来闹独立就很严重，这人所属的曼尼普尔邦还成立过一个分裂组织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简称竟然也是 PLA， 再加上纳加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等独立组织，他这种确实算个另类。有一种中印开战解放军冲在第一个的是莱克多巴人的感觉。如果报道属实，还真的不是所谓藏独，但如果真的有中国藏人要加入印度军队，印方敢收吗？好，回过头来继续说视频。我方谈判代表退回三角滩后，此时天虽亮，但已是下午5、6点钟了，接近黄昏。以比哈尔军团第16营、12营为主的印军如洪水一般涌来。新闻报道称人数达到500、600人之多，这已经明显违反了此前双方的约定，而且人数之多明显有备而来，可以说用偷袭来形容并不为过。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我方仅有10几名士兵站成一线，严阵以待，而登滩过来的印军却略显松散。注意到远处悬崖的上面站着2个人，证明此处确实有悬崖可以攀爬。这也就是后来报道中在晚上战斗时有印度士兵从悬崖跌落摔死的原因。紧接着镜头扫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方还配有猎犬，而且最左侧就是刚才提到的在5月将印军赶走后所搭建的帐篷。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齐团长依然处在两军对峙的最前沿，而他的背后就是中国。这中国2字所刻的位置应该就是三角滩的底边所处的悬崖下边。再接下来就是印军将挡在第一线的齐团长围住，并对没有佩戴头盔和武器的他实施了暴力攻击，以为解决了最高指挥官，中国军人就会不战而溃。我方官兵见团长被困，包括取证组在内的多名战士纷纷冲入重围营救团长，这其中就包括了33岁的营长陈红军、19岁的陈祥龙、24岁的肖思远。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英勇搏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齐团长的左前额也被石头和棍棒击中，身负重伤。前方有3名战士牺牲和齐团长重伤的消息也在此时传到了增援部队那里，再加上渡水时营救战友而牺牲的王卓然，增援部队战士的怒火已被点燃。70名首批抵达的解放军战士立即对印军展开了反击战，一不留神下手狠了点，当场就打死了10几个。视频中看到增援部队赶来时已近黄昏，天空还有些许蓝色，但不清楚这是首批70名官兵还是后续的增援部队。尽管傍晚混战中有中方指挥官吹哨示意停止进攻，但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半夜才结束。最终我方俘虏了60名印军，其中1人重伤不治，其他绝大部分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而在逃跑过程中有些因伤势过重渡河时被水冲走而亡。最终根据新闻报道，此战印军100余人受伤，有20人被我军击毙，其中就包括了比哈尔军团第16营营长巴布上校。而在这次2月19日我方公布了4死1伤之后，印度也在2天之后公布了死亡20名士兵的头像。最后来说一下我们为什么现在才公布解放军的伤亡数字。之前也说了，军队伤亡的数字从来都是国家最高机密，而公布的时机同样也非常讲究。我们回到去年的国际环境大背景之下，6月刚好是新冠疫情在美国和印度肆虐的开始。如果我们当时就公布死伤数字，若低于印度，印度大可以诉诸国际卖惨，拿着谷歌地图说中国在印度领土欺负印度，并在国际配合美国制造舆论围剿中国，这样反而给了对方借口。而如果公布的数字高于印度，则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将促使中国在前线趋于强硬，双方矛盾将进一步激化，濒临开战。这不是给苦寻代理人战争而不可得的美国以可乘之机吗？这显然也不是我方所乐见。
所以我实在找不出在当时激烈对峙的状况下有公布我方数字的理由。而现在则不同了，双方不再剑拔弩张，美国也换了总统。再结合2月10日双方协商同时撤军来看，是宣告从去年开始的这次军事冲突已经告一段落。如果在去年就大规模悼念牺牲的烈士，那是有动员和扩大战争的意味。而现在在双方撤退之后，则是对这次冲突事件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和收尾，并强调一下我们在边界戍边的成功，同时也到了论功行赏、纪念烈士的时候了。缅怀我们的英雄，让全国人民对整个事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注意，推迟公布并不意味着烈士的评定和家属抚恤金的发放也一并延后。事实上，在去年6月15日冲突事件发生后，4名官兵在当月就被评定为烈士，包养金和抚恤金也在第一时间发到了家属手中。最后，对此次军事冲突中身负重伤的英雄齐团长和4名牺牲的解放军烈士，以及所有奋战在一线的解放军官兵，致以最高的敬意。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只因有你负重前行。永别啊，我曾凝望，曾是航向的日出，陌路残烛，容我吹息，藏起火种，向宇宙远渡。我是心里睁开了寒光锋芒的隐形，绝不消弭，不悔恨，永远在这般的不远的光阴，却已前进。我是心，我愿投射卷土微步的讯息。剪开了寒光锋芒的隐形，绝不消弭，不回顾，永远在这番的故人的光阴，却已前